和校草老公意外重生回到高中时代，可我却故意每天躲着他，只因前世我们互相折磨了一辈子，直到130岁寿终正寝这天。虽然意识模糊的认不清人了，但我依旧记得顾时夜的脸。快要断气的前一刻，我强挤出一丝笑容看向他。顾时夜，结婚100年来，你有爱过我一天吗？见他犹豫不决没说话，我心里却已经有了答案。我苦涩地对他说出最后一言：如果一切能重来，我再也不想爱你了。说完，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怎料再次醒来，我竟发现自己重生回了高3。于是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招惹顾时夜了。可没想到高考前3个月，他突然转学跟我同班，还特意申请跟我同桌。我下意识把椅子往旁边移了一，想离他远一点。结果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对我嬉笑道：唐小武，上辈子你死那么快干什么？你问我的问题我都还没回答呢。前世顾家公司遇上了些麻烦，所以才主动提出要和我唐家联姻，借此来和我家公司合作。而顾时夜是风靡全校的校草，还是有名的学霸，后来更成了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。我不过是后排靠窗级别的，最后只考上了3本。毕业后我听家里的安排，进了家族公司学习，后来接手了妈妈的总裁职位。顾时夜长相俊美，温文尔雅，做事又周到懂事，妈妈打心眼里同意我和他的婚事。当时我也满心乐意，帅气又有才华的老公谁不想要呢？但我却不知道，那时候顾时夜有喜欢的人，是顾家强行拆散了他们，逼着顾时夜娶了我。因此顾时夜婚后从没真正开心过，无论我对他多好，他始终没给过我一个笑脸。所以到了临终前，我才会执着地问他，100年里他有没有爱过我一天。事实证明，即使花了100年时光，也没能焐热他的心。所以这辈子我不会再招惹他了。但两家的合作我不会干涉，因为几年后顾家会成长为庞然大物，我家也能跟着吃不少红利，与他们合作稳赚不赔。但这次不再需要顾家卖儿子给我，这辈子我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好好学习，补上上一世的遗憾，再凭着未来100年攒下的知识，帮妈妈实现让公司产品走向国际的心愿。正因如此，高考前的这段日子我拼命学习，同学们见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都透着惊讶。唐小武，你这课间也不去打羽毛球，也不偷偷看言情小说了，该不会被夺舍了吧？我好笑道，我是从100年后穿回来的，上辈子没考上好大学成了遗憾，所以现在想好好弥补。同桌自然把我当成了神经病，一个常年待在后排靠窗的学渣，还想考重点大学，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毕竟就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不敢相信我真的重生了。半个月后，妈妈突然打电话让我放学早点回家，说晚上有客人来，还让我顺便买些男孩子喜欢的礼物。我一猜就知道是顾家要上门了，顾时夜要来了。上辈子我想着我们都还是学生，买名表、奢侈品这类东西似乎不太合适，于是费了不少心思，买了满满几大袋礼物，篮球、足球、手办什么的，全是男孩子喜欢的。结果顾时夜只淡淡扫了一眼，还丢出一句：幼稚，以后要是跟你这样的女人过日子，我都不敢想会有多难熬。而这辈子我照样买了几大袋，只不过换成了更幼稚的东西，溜溜球、奥特曼玩具、陀螺之类的，几乎全是小孩子玩的。我扛着几大袋礼物回了家，再次看到18岁的顾时夜，我还是忍不住愣了愣，他依旧那样俊朗，浑身上下都透着生人勿近的气场。上辈子我就是在这次见面后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可这辈子那点悸动只持续了一瞬间，我就移开了目光。他再帅我也清楚，他不属于我，这辈子我不想和他有任何牵扯。妈妈见我回来，看到我手里的东西，赶紧对我眨了眨眼，接着装不知情的开口：小武，你跟小叶第一次见面，还特意给他带了这么多礼物啊？怎么没见你以前对我这么上心呢？我懒得跟他搭话，直接拎着几个大袋子走到客厅，随手一丢，里面的玩具撒了一地，有个奥特曼的头还摔掉了。我擦了擦手，对着一脸高冷的顾时夜说：我妈让我给你买的礼物，时间太紧，街边2元店买的。妈妈看到满地都是3岁小孩玩的玩具，气得拿起锅铲就要来打我，可我一点都不怕。上辈子我活到130岁才走，妈妈现在还不到40，按理说我才算长辈呢。我往沙发上一躺，脸色一沉，用着上辈子我训孙子的语气说道：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连点大人的样子都没有，像什么话？我妈、顾时夜还有他爸妈全都愣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妈妈才尴尬地笑着打圆场：那个，我跟我女儿平时关系好，没外人在的时候说话就没个正形，她这是没把你们当外人呢。顾时夜爸妈听了这话，脸上立刻笑开了花，只有顾时夜一直板着脸皱着眉，他大概以为这辈子我还愿意跟他成为一家人，但我可不想跟一个不爱我的人浪费100年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语气冰冷道：既然你不喜欢我买的礼物，那我就收回来自己玩了。说着就要去捡那些玩具，结果顾时夜突然从我手里抢过一个溜溜球，破天荒地露出了我从没见过的笑容。这玩具挺好的，我喜欢。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竟然对我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简直是离谱到家了。认识他2辈子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我
效。难道他不是真的顾时业，还是被别人夺舍了？又或者这溜溜球真的戳中了他的喜好？我懒得去想，不管他怎么变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他有任何交集。我直接伸手把溜溜球抢了回来，脸色冷漠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个溜溜球是我买给自己的，剩下的才是你的。”两家家长一个个都满脸疑惑，我妈忍不住骂我，因为我今天的举动实在太反常。本以为这样能惹顾时业生气，让我们彻底闹到老死不相往来，可没想到他拿着我买的那些玩具，脸上竟然还隐约带着笑意。上辈子我给他买过几十万上百万的名表和钢琴，他都没跟我说过几句话，难道他的爱好竟然是这些小孩玩具？我觉得他实在有些不可理喻。晚饭开始后，妈妈和他爸妈一个劲地撮合我们，可我始终没什么反应。顾时业虽然也没说话，但我知道他心里其实是抗拒的，因为他有个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比他小1岁。上辈子我听说顾时业本来打算毕业就跟他的青梅表白，是我的出现拆散了他们，所以这辈子我只想好好成全他们，只希望这一世我和顾时业能再无瓜葛。一直到半夜，他们一家3口要回去的时候，我都没跟顾时业说过一句话。妈妈拉着我送他们到门口，顾时业突然说他的书包没拿，落在沙发上了，我妈让我帮忙去拿。我不情不愿地把他的书包取出来递给他，他竟然用平和的语气说了声谢谢。他居然会跟我说谢谢，这简直是我2辈子听过最荒唐的事。我面无表情没搭理他，转身就回了房间。身后传来妈妈一个劲的解释声，说我最近心情不好，平时不这样，千万别影响了2家的婚事。要是妈妈知道我上辈子直到死都过得不幸福，她还会执意撮合我和一个不爱我的人吗？第二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，课刚上到一半，班主任突然说今天有新同学来。等那人走进教室，我直接看傻了，新同学竟然是顾时业。班主任简单介绍了几句，就让顾时业坐到第1排，因为他的成绩在之前的1中一直是第1名，现在转到我们3中，说他能稳拿全校第1也一点不夸张。因为顾时业俊美帅气，班上的女生都特别热情，招呼顾时业过去跟他们坐，不过被班主任瞪了一眼，才乖乖收敛了些。班主任安排顾时业坐到女班长旁边，可谁知道顾时业摇了摇头，径直朝我走了过来，接着伸出手，脸上带着礼貌的笑容：“你好，唐小武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能坐你旁边吗？”我愣住了，他竟然在跟我说话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听顾时业又问了一遍：“唐小武，我能坐你旁边吗？”这时候老师也走了过来，赶紧跟他说我是班里的吊车尾，让他别跟我坐，去跟女班长同桌，女班长成绩是全校第1，2人可以一起学习，互相进步。我听了这话也不生气，毕竟老师说的是实话。高中时候的我学习成绩确实差，我一个人就能把班级平均分拉低7、8分。不过因为我没做过影响班级的事，老师平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顾时业却拒绝了，谢谢老师的好意，不过我还是想跟唐小武坐，我们认识。班主任皱起眉头，接着看了我一眼，再三叮嘱我别影响顾时业学习。顾时业的成绩可是有机会冲击是状元的，上辈子顾时业虽然没拿到状元，但也考了探花，之所以没能考得更好，就是因为知道要跟我家定亲，还被拆散了和青梅的关系，所以考试时发挥失常，也难怪班主任把他当宝贝。要是顾时业能考上状元，班主任在学校的威望也会大大提高。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，这辈子我只想考上大学，好好学一门金融，再凭着上辈子100年的积累，让我们唐家更上一层楼。想到这儿，我脸色冷了下来，直接伸手挡住旁边的座位。我早就习惯一个人坐了，不想旁边有人。而且顾时业同学，我们之前根本不算认识，就昨晚见过一面而已，你还是换个座位吧，别影响了你学习。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没人想到我会拒绝这么一个学霸帅哥。顾时业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我熟悉的那副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模样。他直接把书包放在桌上，接着推开我的手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这座位又不是你家的，我想坐哪儿就坐哪儿。他这副样子，我整整面对了100年，现在再看到心里只剩不舒服。我真不知道上辈子怎么能忍的。我直接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砸，吓了他一跳。行，你爱坐哪儿就坐哪儿，我管不着。说完，我收拾好书包，拿起自己的东西，径直走到垃圾桶旁边的座位。我把书包放上去，接着拿起旁边的羽毛球拍，跟后排靠窗的几个同学招了招手。他们虽然都是男生，但跟我关系不错，毕竟都是后排靠窗，自然有不少共同话题，几人一下就懂了，立马跟着我溜出教室去打球了。走出教室门的那一刻，我下意识回头瞥了一眼，看到顾时业脸色不太对，看起来像是在生气，不过我懒得管他，自顾自往前走。教室里传来班主任的怒气声，这些话我全当耳旁风，我又没耽误他的好学生。跟我一起出来的这几个家伙，就算没有我，也早就是拖后腿的了。谁说成绩差就是坏学生？而且我知道将来他们几个发展的都不错，就算是最差的，后来也在海市买了房子。虽
虽然大家成绩不好，但这可不能代表人品和能力，只是他们的心思没放在学习上而已。打完最后一局，我准备去买瓶冰水，突然有个身影走了过来，塞给我一瓶水，给你，没加冰的，你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刚运动完最好别喝冰的。我抬头一看，竟然是顾实业，不过他怎么知道我身体不好？要知道这可是我上辈子的癌症的前兆。几个同学都贼兮兮的看着我，还偷着笑。小五姐真没看出来啊，你魅力这么大，哥几个都羡慕了。是啊是啊，还特意给你带没冰的水，也太贴心了吧。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别瞎胡说，不然以后别想让我请客吃饭。接着我看向顾实业，表情又冷了下来。不用了，我习惯喝冰的。顾实业同学，虽然我们两家有商业合作，但我妈说的联姻还是算了吧。我知道你有个青梅竹马，你们关系很好，你也喜欢他，而我对你没兴趣，所以我们之间没必要认识。我会跟我妈说清楚，不会影响我们两家的合作，这样对我们俩都好。说完我把水还给了他，拿起羽毛球拍就走了。与其跟他纠缠不清，最后搞得跟上辈子一样死不瞑目，还不如早点划清界限。因为学校离家不远，走路不到20分钟就能到，所以平时中午我都会回家吃饭休息。走到公交车站牌旁，我刚准备上车，顾实业从远处急匆匆跑了过来，脸色铁青的拽住我。我知道他是因为我刚才拒绝他的水在生气，毕竟上辈子就是这样，从结婚到我去世，只要我有一点不顺他的心，或者稍微拒绝他一下，他立马就会生气，还得让我一个劲哄他。可这辈子他不再是我老公，也不是我爱的人，我不会再惯着他。我刚想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没想到他力气突然变大，把我按在公交车站牌上，语气里带着埋怨。唐小五，别以为只有你重生了，要是你再这么对我，信不信我跟你妈告状，说你欺负你未来的老公？我脑子一下就空白了，飞快地转着念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顾实业竟然也重生了。见我愣着不说话，顾实业又接着说，唐小五，我可是你男人，上辈子我们结婚100年，你从来舍不得对我大声说话，这辈子倒好，从昨天到今天你都凶了我几次了。看着他带着点委屈的模样，我皱起眉头，他是真的重生了。可从昨天第一次见面到现在，他的所作所为跟上辈子的顾实业完全不一样，倒像是被人夺了舍。按顾实业的性子，年轻时是叱咤商场的精英，老了更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，在外影响力大得很。别说在我面前装委屈，就算吃了苦受了难，他也绝不会多跟我说一个字。我想不明白，也懒得再想。既然大家都重生了，那就各自去弥补自己的遗憾好了。他上辈子因为我没能跟青梅在一起，一辈子不幸福。我上辈子嫁给一个不爱我的人，妈妈又因为操劳公司的事累垮了。最后我不仅嘎不瞑目，还没完成妈妈让公司产品走向世界的心愿，留下一辈子的遗憾。我看着顾实业严肃道，顾实业，既然你也重生了，那再好不过。这辈子我不会耽误你和你的青梅，你也没必要为了让顾家跟我家合作，特意来接近我。上辈子我们结婚多年，你也清楚我和我妈不是那种人。况且上辈子你是商业精英，手里掌握的知识，就算没有我家帮忙，也足够让你这辈子再攀高峰。说到最后，我吸了口气，这个男人我毕竟爱了一辈子，真要放下心里难免难受。但与其费力去追求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不如等着那个满眼都是自己的人出现，至少那样他的世界里全是对我的爱。顾实业，我们再见吧。说完我转身就要走，这时候一个女孩骑着小电瓶车停在我们面前，她取下墨镜，对着顾实业笑嘻嘻道，实业哥哥，我来接你啦。你说你好好的转什么学呀，害得我每天要多骑半小时车来接你。这个女孩我认识，正是顾实业的青梅竹马白宁冰，她家是开电子厂起家的，不过后来生意亏了不少，厂子也一直不温不火，但比普通人家还是有钱些。顾实业的爸爸一开始是他家电厂的合伙人，后来退了股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现在的我还不认识白宁冰，不过我也不想认识他。我瞥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顾实业着急的声音，唐小五。走到路口等红绿灯时，我下意识回头扫了一眼，看到顾实业坐上了白宁冰的小电瓶车，我对他再也没有一丝留恋，他终究还是选择了他的青梅。我望着头顶火辣辣的太阳，刺眼的光线让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什么日久生情，什么相濡以沫，全都是骗人的。我掏心掏肺爱了他这么多年，可重生回来，这100年的感情竟然还比不上他的青梅。回到家后，我跟学校请了几天假，不想去学校看到顾实业。妈妈虽然生气，但也拗不过我，因为爸爸走得早，他一直很宠我这个独苗，基本都会顺着我的意思。休息了几天，我跟妈妈说想转学，我妈十分震惊，这都快考试了，你转什么学啊？而且你未婚夫特意转来跟你同班，你现在转学了他怎么办？我故意不耐烦地挥挥手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当他未婚妻了？妈，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他，而且他心里有喜欢的人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要是再逼我，我就去找我爸。每次我这么说都特别管用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我长得跟爸爸很像，妈妈经常在房间里对着去世爸爸的照片偷偷掉眼泪，要是失去我，他这辈子估计就没指望了，他只能妥协。好好好，你先冷静点，我这就帮你联系学校。我这才对着妈妈笑了笑。
笑，这才是我的好妈妈。你放心，只要赚了学，你乖女儿肯定能考上好大学。上了大学，我再好好学金融，回来帮你一起打拼事业。爸爸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佑我们母子俩越过越好的。我说的感动的稀里哗啦，可没想到第二天妈妈就把我卖了。顾时业直接找到家里来，还一把推开了我的房门。当时我还在睡觉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就见他熟门熟路走到窗边，一把拉开窗帘，阳光瞬间涌进来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我带着怒气开口：顾时业，你疯了吗？这是我家，你私自闯进我房间，想干什么？顾时业双手抱在胸前盯着我，语气自然地说：你家，你房间，本少爷在这儿住了100年，这也是我家，这房间也是我的。他还是上辈子那副口吻，前世我跟他结婚后也住这套房子，我的房间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婚房。他直接打开我的衣柜，拿出我常穿的校服，接着掀开我的被子。我睡觉习惯了不穿，因此一下就暴露在他面前。我赶紧用衣服挡住生气，骂道：顾时业，你有病吧？顾时业却看着我笑了：你是我老婆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上辈子我们朝夕相处100年，你现在害什么羞？而且你睡觉的这个习惯原来这时候就有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后来才。出去！我大声吼道：我就不滚！怎么着？我管了你100年，就算重生了，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顾时业笑着看着我，这让我心里的火气更大了。上辈子我跟他结婚几年后，知道他一直不喜欢我，对我没感情，就提出了离婚。可那时候我已经怀孕了，他拒绝了我，还说这辈子就这样吧，凑合过算了。现在上天给了他机会，让他不用跟我在一起，他为什么还要缠着我？顾时业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厌恶你，最后慢慢恨上你。说完这话，他愣住了，我也不再理他，自顾自穿衣服。穿好后，我开门准备出去，可顾时业突然从背后抱住我：小五，对不起，上辈子没回答你的问题，这辈子我回答你。我没让他把话说完，直接掰开他的手：你不用说了，上辈子临死前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，爱了你那么多年，我已经爱不动了，求你放过我。我转身看着他，这辈子我们就做最熟悉的陌生人，行不行？现在我们都还年轻，才18岁，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慢慢的你就会忘了我这个你不爱的人。上辈子你有遗憾，我也有遗憾，这辈子我们各自去弥补，好不好？顾时业红着眼眶，流着眼泪，疯狂摇头：我不，你是我老婆，100年的感情你怎么舍得？我苦涩的咽了口水，说一点都不舍得肯定是假的，可我真的不想再重蹈覆辙了。顾时业抹掉眼泪，接着眼神坚定地说：我知道你不信我，前世你对我好了一辈子，这辈子换我对你好，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一言不尽，可我不可能再相信他了，都重生了，他怎么可能不去找他心心念念的青梅呢？楼后，妈妈看到我和顾时业一起下来，立马喜笑颜开：来，乖女儿乖女婿，我给你们做了早饭。我狠狠瞪了妈妈一眼，拿起一个包子气冲冲的往外走。顾时业也拿了个包子跟在我身后，我跑他也跑，我停他也停，这让我特别烦。上辈子怎么没发现他这么粘人？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他几乎无时无刻不跟着我。我去打羽毛球，他就在旁边晒太阳等我；我去网吧看言情小说，他就坐在我旁边一直盯着我。就连我去厕所，他都要在外面等着。一时间整个学校都炸开了锅，没人明白一个成绩全校第1的超级校草学霸，为什么整天围着我这个后排靠窗转，各种流言蜚语传得满天飞，搞得我特别烦。直到有一天顾时业没来上学，没了他在旁边叽叽喳喳，我倒觉得清静不少。可直到放学他都没出现。晚上关系好的朋友约我一起吃顿饭，说不然等上了大学各奔东西，就没多少机会见面了。今天没顾时业跟着，我爽快地答应了，跟着他们来到一家大排档，这里价格不贵，分量又足，特别受学生党喜欢。吃完饭后已经10点了，我们一群人站在路边打车，突然一个闺蜜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指着不远处的酒店门口说：小五姐，你快看，那不是最近追了你大半个月的顾时业男神吗？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顾时业和白宁冰有说有笑的从酒店里走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。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顾时业变化很大，对我好的有些反常，我甚至一度怀疑上辈子他是不是真的爱过我。可现在看来全是我想多了。刚好这时候顾时业也看到了我，他脸色一下变了，接着急忙朝我跑过来，白宁冰也跟在他身后。我冷笑着看着他，这还没毕业就这么急不可耐了，一边吊着我，一边跟你的青梅暧昧。顾时业见我脸色冰冷，急忙解释：小五，你听我解释。顾时业，你要不要这么虚伪？我之前都说了，既然上天给了你机会，你就好好跟你的青梅在一起，为什么非要缠着我？太无耻了。这时候正好有辆出租车开过来，我拦下车，冷哼一声坐了上去，催着司机赶紧开车。坐在车上，我还是没忍住掉了眼泪。我毕竟爱了顾时业100年啊，现在看到他跟别的女人从酒店出来，心里怎么可能好受？可我又没办法，明明一直想远离他，为什么总是这样藕断丝连？一回到家，妈妈就迎了上来，问我顾时业怎么没跟我一起回来。因为最近半个月，顾时业一直住在我家，跟我一起上下学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对妈妈说：我想出去一趟，等考试的时候再回来。我的语气和脸色已经把一切都说明白了，所以这次妈妈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也没提帮我买机票的事。我知道按照她的性子，要是顾时业问起来，她肯定会把我的去向说出去。我自己买了一张去海边的机票，因为妈妈曾经
告诉我，爸爸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海边看一次海。上辈子我按照爸爸的遗愿，把他和妈妈的骨灰都撒进了大海，而这辈子我绝不会让妈妈那么早离开，所以只能我带着爸爸的骨灰替他完成这个心愿。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坐了一夜的飞机到了海口，接着又抱着骨灰盒逛遍了所有沿海城市，最后来到了爸爸心心念念的故乡。爸爸是这里人，当年为了爱情才去了妈妈所在的城市。妈妈曾经说过，能嫁给爸爸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现在唐家公司旗下的一些化妆品子公司，很多产品的配方都跟爸爸有关，所以妈妈才一直想让家里的化妆品走向世界。黄昏时分，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坐在沙滩上，望着天边的落日余晖。不远处的竹椅上坐着一对父女，那个小女孩看起来18岁，看样子像是因为失恋了。她哭着对爸爸说：“爸，为什么我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呀？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男孩子喜欢我吗？”他爸爸摸了摸她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傻丫头，爸爸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也是20来岁的小伙子啊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猛地一颤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要是爸爸知道我爱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一辈子，他肯定会特别心疼。那一刻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混着鼻涕一起往下掉。爸，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啊？我爱了他那么多年，他的心难道真的是石头做的吗？难道像我这样的人真的不配拥有爱情吗？爸，我好想你啊！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，眼泪一滴滴落在上面。突然，我身边也响起了哭泣声，接着我手里的骨灰盒被另一个人接了过去。爸，您放心，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唐小武的，我发誓。我愣住了，转过头一看，竟然是顾时业，他双手抱着爸爸的骨灰盒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下意识想站起来，他却直接抱住了我，哭着说：“小武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等我说完了，要是你还想离开我，我保证再也不打扰你了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抱着爸爸的骨灰盒，望着天边快要落下的太阳。顾时业知道我这是同意给他机会了，于是赶紧擦了擦眼泪，红着眼眶说：“小武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觉得我喜欢白宁冰，上辈子是这样，这辈子你也这么想，可你真的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从来没说过我喜欢白宁冰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。我和白宁冰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没错。可谁说青梅竹马就一定要谈恋爱？辈子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不喜欢你，因为我不想娶一个陌生的女人，所以才一直没给你好脸色。可后来我慢慢爱上你了，你虽然有时候有点粗心，但心思其实很细。我渐渐发现你其实是个特别好的女孩。你怀孕之后，你没发现我对你好多了吗？你当时跟我提离婚，我也没同意，难道你就一点没察觉到我的变化吗？上辈子我们两家的公司事情太多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我还得抽空出国去演奏钢琴，真的特别累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每次累得回家只想躺下休息，而且我真的不喜欢那些名牌手表、奢侈品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一直戴的戒指和手环都是你第一次带我逛街买的便宜东西。他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就算我们两家条件不错，他也从来没带过我买的那些昂贵饰品，一直带的都是我第一次带他在路边摊买的东西。顾时业见我愣住，接着说：“这么多年相处下来，就算是块冰山也该融化了，更何况你对我那么好。你上辈子临死前问我有没有爱过你，当时我犹豫了一下，但那不是因为不爱你，我本来就不擅长表达感情，就算老了，嘴也硬得很。当时我是在想该怎么组织语言，结果你……”说到这儿，顾时业哭了起来，身体不停发抖。谁让你走的那么早啊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能走呢？我都还没回答你的问题你就走了。当时我想对你说的是，我爱你，真的特别爱你。我顾时业就爱你唐小武这个傻姑娘。你走的那天，我哭了一整晚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等我再醒过来，就发现自己重生了。这辈子我不想再等你来找我，我想主动去找你。可你这个笨蛋，不是凶我就是吼我，对我还那么冷淡。我当时还纳闷，你那么爱我，怎么突然就离我远远的？直到那天跟你打完羽毛球，我才知道原来你也重生了。我知道上辈子为了我你受了不少苦，这辈子我什么都不想管了，只想好好珍惜你，好好爱我的宝贝姑娘。他说着就将我抱进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听着他的话，我也慢慢回想上辈子的点点滴滴。虽然他对我一直不冷不热，但却一直很照顾我们唐家。顾家后来成了行业龙头，他也没忘了拉我们唐家一把。除了对我不够热情，他似乎也没什么不好。看着在我怀里哭得不停的顾时业，我叹了口气，还是把手放在他背上，轻轻帮他顺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情绪才平复些，抬起头对我说：“之前在酒店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白宁冰的爷爷奶奶从县城来城里了，他家住不下，我就带他们去酒店住而已。白宁冰只是跟我一起过去，而且我跟他从来都只是普通朋友，虽然一起长大，但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。白宁冰也只把我当哥哥，现在就跟我回我老家，我老家的朋友，我爸都能作证。上辈子我确实听别人说过，是他爸妈拆散了他和青梅，逼着他娶我，可我从来没去问过查过，这也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。见我还在犹豫，顾时业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对着电话喊：“白宁冰，赶紧过来！”没过一会儿，女孩就从远处的垃圾桶后面跑了过来，怯生生地喊：“时业哥哥！”顾时业直接抱住我，宣誓主权似的说：“喊嫂子。”白宁冰似乎有点怕顾时业，赶紧对着我喊：“嫂子。”接着女孩跟我解释，她爸妈因为厂子生意
越来越差，根本没心思管他。他甚至还退过学，要不是顾时业一直盯着他帮着他，他现在可能比我还混。而且白宁斌心里有喜欢的人，是他常去的那家餐厅老板娘的儿子，跟他同岁，两人还约好之后就结婚。我这才彻底明白，上辈子白宁斌结婚的时候，顾时业本来叫我一起去，可我当时在赌气没去成，原来他嫁的就是那个老板娘的儿子。弄清楚所有事情后，我心里堵着的那口气终于顺了。这时候太阳也完全落下了山，顾时业看着我眼神特别认真，这辈子我不打算再碰钢琴了，我只想帮咱妈完成心愿，让咱爸生前研发的化妆品走向世界。小五，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？我心情好了不少，抱着爸爸的骨灰盒站起来，径直朝酒店走去。看到顾时业没跟上来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喊了一句：走啊，回房间了，海边晚上冷，别冻感冒了。顾时业脸上一下惊喜迸发，立马跑过来搂住我。这时候白宁斌也屁颠屁颠跟了上来，小心翼翼地说：那个时业哥哥，嫂子，我没带证件，你们有房间，那我怎么办啊？顾时业指了指不远处，坏笑着说：不远处有个桥洞，你凑合一晚吧，今晚可是我跟你嫂子最重要的日子，顾不上你了。说完，顾时业就急急忙忙拽着我跑了。几个月后，我手里拿着2份录取通知书，忍不住笑了。重本是没考上，只考上了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，毕竟只有3个月的复习时间，就算我是重生回来的，也没办法做到更好。还是最后这段时间有顾时业帮忙辅导，不然我最多只能考上2本。而顾时业这段时间跟我甜蜜恋爱，心情好，状态也好，直接考成了是状元。可他没去最好的清北大学，而是选择跟我去了同一所学校。顾时业在我旁边亲了我一口，笑着说：这辈子再给我多生几个崽崽好不好？闻言我点了点头，好啊，爱了他100年，就算再爱100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